我用10几年深情，4年等待，赌一场与沈傲宁的白首之约。可他用谎言碾碎我的信任，用偏爱伤透我的真心，甚至亲手将我推入深渊。所有人都说沈傲宁和我是神仙眷侣，沈氏祖训规定，继承人要亲自到祠堂求签，经过5年考验才算得到认可。第1年抽中10人，我们1年只能见10次，只能说10句话。第2年，沈傲宁抽中了9。第3年，沈傲宁抽到3。我爱你，对不起。第4年，也是我最崩溃的1年，沈傲宁抽到了1。再等等，还有1年。终于熬到第5年，我赶到祠堂时，沈傲宁已经抽完签。为什么换成7？沈总，家族的抽签规矩根本不是这样，这些数字都是您自己定的。祠堂的签从来没有这种含义。周先生这4年，我知道他不容易，但阿叔临终前托孤，4年性子倔，不肯要我的钱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陪他。可周先生呢？他为了您跟家里闹僵，拒绝了所有相亲。这4年除了您什么都没做。我也想早点嫁给尉迟，可4年那边我实在放心不下。那个朋友的管夫，竟值得他牺牲我5年来成全。曾经，年少时转到新学校，我被欺负时，死对头沈傲宁却把我护在身后。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大学有学姐向我表白，沈傲宁在我宿舍楼下站了1整晚，只为问我还要不要他。得知我心里只有他时，他兴奋地抱着我大喊：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陪了我10多年的女人，如今会为了一个外人对我撒谎。早在4年前，我父母便打算带我去国外发展。为了沈傲宁，我拒绝跟父母出国。现在看来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妈，我同意跟你们出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尉迟，太好了！1个月后，我们去沈家接你离开。尉迟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已经抽完签了。查到了，贺思年就在沈氏集团当保安。5分钟前，沈傲宁才发来消息，说要在家等我，现在却又出现在这里。沈傲宁曾向我保证，这个密码一辈子都不会改，可现在……周先生，我来帮您吧。那串数字是贺思年的生日。尉迟，尉迟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我好像崴脚了。浩浩，傲宁，怎么办？浩浩他……尉迟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墙上原本挂着的是我和沈傲宁的合照，现在却被他和贺思年父子的合照取代。我的私人用品都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，但拉开抽屉后，发现里面都变成了思年的东西。周先生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浩浩不小心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傲宁，今天是浩浩的生日，能不能一起吃个饭？浩浩他很想你陪着。好，我处理完这里的事就过去。谢谢。
他们是谁？是我朋友的丈夫和孩子。朋友去世前，拜托我照顾他们。玉池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年第一次见面，我怎么会忘记？晚上一起吃饭吗？你喜欢的那家，我已经订好位置了。等我应付完浩浩的生日宴，就马上过去找你。我发现，只有我们2人时，他依旧会遵守他那个规矩。但一提到贺思年父子，他说话的字数就会增加。玉池，有个项目出了点问题，我去处理一下，让助理送你，等我忙完就去找你。好。等我。办公室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脚踝的痛渐渐麻木，可心里的疼却越来越清晰。我刚刚看清了，那通电话是贺思年打的。从下午等到晚上，连个电话也没有。我刷着朋友圈，突然看到一张照片。我忽然觉得，这4年的等待像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手机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，是一个地址。尉迟哥，我妈妈突发心脏病，医生说需要紧急手术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可全国能做这个手术的，只有陈教授。我知道，只要你能联系上陈教授。石傲宁，石傲宁，老师病危，需要陈教授做手术，你快联系他。玉池，浩浩突然晕倒，也需要立刻手术。沈小姐，陈教授刚到医院，可现在手术室只有1间，2位病人都急需手术，您看。浩宁，求求你，救救浩浩，他还这么小，不能有事儿，我只有他了。先给浩浩做手术。沈傲宁，那我老师呢？他也很危险。你放心，等浩浩手术结束，我立刻安排人给你老师做手术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第2面，他不顾我的哀求，当了别人的救世主，真可笑。但老师还是没撑住。尉迟哥，有人要摘我妈妈的心脏，要移植给别人。在哪里？重症监护室门口。沈傲宁，你在干什么？尉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要摘我老师的心脏？周先生，你别误会，浩浩需要进一步治疗。陈教授说……闭嘴！傲宁，求你不要这么做。老师是我的恩人，你不能这样。尉迟，浩浩情况特殊，这是唯一能救他的办法，人命关天。人命关天？那我老师呢？倒下时，我想着，沈傲宁，我不会再原谅你了。尉迟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吃点什么？我做了粥。我的老师
在哪里？已经火化了，后事办得很体面。沈傲宁，你告诉我什么叫体面？是你眼睁睁看着他等死，转头就把他的心脏摘给别人，这就是你说的体面？我的老师尸骨未寒，而伤害我的人却被另一个男人温柔呵护。我没事。玉池，你冷静点。静。沈傲宁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的老师死了，因为你选择了他的孩子，放弃了我的老师。傲宁，浩浩醒了，他一直喊着要找你，你能不能去看看他？他刚做完手术，情绪不太稳定。玉池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看看浩浩，回来再跟你解释。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瘫坐在床上，眼泪无声滑落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如此。沈傲宁偶尔会来看我，可每次刚坐下没说几句话，就会接到贺思年的电话，而沈傲宁永远会第一时间赶过去。我的心在这一次次的失望中渐渐变得麻木，原本的7天见面，竟在这短短半个月消耗了3次，但距离父母接我离开却越来越近。玉池，你把浩浩弄到哪里去了？什么浩浩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还敢装糊涂！这是有人在浩浩的病房门口发现的信，上面写着要带走浩浩，字迹和你的一模一样。不是你是谁？这不是我的字，是有人故意模仿栽赃我。沈傲宁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做这种事。他了解我，我性情温和，绝对不会伤害一个孩子。你一定要找到浩浩啊！他刚做完手术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活不成了。周先生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这么对我和我的孩子，求求你把浩浩还给我吧！玉池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。浩浩那么小，你怎么忍心伤害他？果然，一遇到贺思年的事，他立马将所谓的家族规矩抛之脑后。沈傲宁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比不上他的几滴眼泪吗？沈总，在楼下花坛里发现了一具男孩的尸体。浩浩，我的浩浩！我瘫坐在床上，一种强烈的不安将我死死缠住，让我无法挣脱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涉嫌伤害幼童，导致我朋友的孩子死了。沈傲宁，你疯了！不是我做的，是贺思年栽赃我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嘴硬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警察将我带走，关进了看守所。我默默数着，第4面，他亲手将我送进监狱，而这7天成了我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光。第7天，我被带了出去。本以为会看到沈傲宁，可没想到来人却是贺思年。周先生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嘲讽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。是你，对不对？然后栽赃给我。
贺思年笑得更加得意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的眼睛通红，充满了愤怒。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沈傲灵的位置。只要我娶了她，就能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而你不过是她年少时的执念，凭什么霸占她这么久？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冲上去一拳打在贺思年的脸上。就在这时，沈傲宁匆匆赶了过来。周燕池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抬起头看他，第5面，他不分青红皂白冤枉我。贺思年立刻换上一副委屈的模样，捂着脸哭了起来。傲宁，我好心来接周先生出去，没想到他竟然打我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我看着他颠倒黑白的样子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周逸驰，你太过分了！沈傲宁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失望。思年好心对你，你却这么对他，真让我失望。傲宁，你别怪周先生，可能是周先生在里面受了委屈，心情不好。我认识几个朋友，他们可以好好教教周先生怎么做人，让他不要再这么冲动了。沈傲宁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我被贺思年带到了一栋偏僻的别墅里，别墅里空无一人，只有几个身材高大的保镖。进去吧，周先生，接下来的5天，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门被关上后，我陷入了新的炼狱。这5天比在看守所里还要痛苦。第5天，沈傲宁来了。在看到蜷缩在角落里的我时，他愣住了。沈傲晴的心像是被人狠狠割去一块。玉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我缓缓抬起头看向他，嘴唇动了动，可什么也没说出来。第6面，我静静地看着沈傲宁，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怨，只有一片死寂的冰冷。沈傲宁的心在这一刻彻底慌了。我回到别墅后，被安置在2楼的卧室里。从那天回来后，我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，嗓子的伤还没好，心里的伤更是早已溃烂。沈傲宁每天都会来看我，带来各种食物和补品，却都被我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。他试图和我说话，可我始终一言不发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沈傲宁的心里渐渐升起一丝烦躁，却又夹杂着难以言喻的慌乱。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我，死寂的让他害怕。这天，我拖着虚弱的身体下楼找水喝，刚走到楼梯拐角，就听到客厅里传来沈傲宁和助理的对话。沈总，贺先生那边还在闹，说浩浩没了，他活着也没意义了。我会补偿。可是，您怀了周先生的孩子，已经3个月了。听我的就是。我站在楼梯拐角，指尖死死攥着扶手，可脸上只剩下麻木。沈傲宁去医院的那天，我远远跟在他身后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术室的灯灭了。把孩子给我！护士愣了一下，刚想拒绝，可我已经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院长的电话。几分钟后，我抱着那个冰冷的小包裹，踉跄着走出医院。回到别墅时，已经是深夜。我刚想上楼，就听到贺思年压低的声音：“傲宁，别难过。”思年，谢谢你，愿意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。我默默走进房间，把怀里的东西装在福尔马林的玻璃罐里，当做最后的念想。接下来的日子成了我的噩梦。我从一开始的被动，到如今心里最后的希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一丝喜悦，只有无尽的悲凉。这个孩子是他用来补偿别人的工具，对我来说只是又一场痛苦的开始。周先生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脸色这么差，看起来很憔悴啊。也是，傲宁怀着别人的孩子，换谁都会不好受吧。我没有看他，只是手指紧紧攥着衣角。你是不是很想告诉傲宁真相？可惜啊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他现在只相信我，而你所承受的一切，都是你自找。
我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满是愤怒和不解。我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一切。可贺思年根本不给我机会，突然尖叫一声，身体猛地向后倒去。贺思年摔倒在地上，痛苦地呻吟起来。周先生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只是来看望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思年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我没事儿，就是肚子有点疼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和周先生好好聊聊，没想到他这么恨我，竟然推我。思年好心来看你，你竟然对他动手，你就这么容不下他吗？是贺思年自己摔倒的。可贺思年拉了拉沈傲宁的衣袖，故作委屈地说：要是看见我被欺负，说不定浩浩和……他的话没说完，沈傲宁看向身边的保镖，吩咐道：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，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我的瞳孔猛地收缩，我看着沈傲宁，眼神里满是哀求。动手。我的心脏像是被彻底碾碎了。沈傲宁，傲宁，你不能去！你忘了浩浩是怎么死的吗？忘了阿寿对你的嘱托了吗？沈傲宁的脚步顿住了，他对着我冷冷地说：你在这里好好反省，等我处理完思年的事情再来找你。客厅里只剩下我一人，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意识渐渐模糊。我颤抖着伸出手，拨通了父母的电话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我再也支撑不住。昏迷前，我看到父母焦急朝着我跑来。雨成，我的儿子！快叫救护车！原来，到最后唯一在乎我、心疼我的，还是我的父母。而那个我爱了10几年、等了4年的女人，却亲手将我推入了地狱。沈傲宁，最后一面，我们恩断义绝，永不相见。冷风挡不住车里的沉闷，沈傲宁看着身边眉头紧锁的贺思年，心里莫名升起一丝烦躁。刚才我满身是血的画面，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心头。傲宁，我肚子好疼，会不会有事啊？贺思年带着哭腔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，他紧紧抓住他的胳膊，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肉里。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从旁边驶过，只看了一眼车牌，他就断定那是我家的车。他的心脏猛地一跳，死死盯着那辆车。等等！那辆车的车速不快，但根本看不清里面的人。沈傲宁心里疑惑着，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，难道是来接我的吗？停车！可他的话音刚落，身边的贺思年就突然哀嚎一声：好疼！傲宁，我好难受，快送我去医院！他的声音凄厉，带着浓浓的恐慌，成功吸引了沈傲宁的注意力。他看着贺思年痛苦的模样，想着万一真出了什么事，他没法向死去的朋友交代。心头的那丝急切被压了下去。沈傲宁咬牙对司机说：快去最近的医院！车子加速前行，我家的车很快就消失在后视镜里。沈傲宁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个方向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可他又说不上来。他安慰自己，一定是看错了，说不定只是巧合。可那种不安的感觉却像潮水一样越来越汹涌。车子很快抵达医院，沈傲宁带着贺思年匆匆冲进急诊室。等安排好一切，坐在走廊等待时，他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想起我。我满身是血的样子一遍遍在他脑海里回放，他是不是对我太残忍了？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他强行压了下去。沈傲宁告诉自己，是周玉池有错在先，这是我应得的惩罚。可为什么他的心里会这么难受，会这么不安？沈小姐，贺先生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轻微的软组织挫伤，还有点惊吓过度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说完，他走进病房，贺思年正靠在床头，看到他进来，眼睛立刻红了。傲宁，你终于来了。沈傲宁刚想说话，公司那边突然打来紧急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助理说了几句，
沈傲宁的脸色越来越沉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公司有急事，我得先过去一趟。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儿联系我。傲宁，你不能走。你再陪我一会儿好不好？让护士陪你，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沈傲宁刚走到停车场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对面住院部大楼走出来。男人侧脸的轮廓像极了我父亲，他的心脏又是一跳，下意识想上前打招呼，可脚步却顿住了。我现在还在别墅里反省，我的家人怎么会来医院？一定是他太想我了，所以才会看错人。沈傲宁压下心头的疑虑，开车离开了医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。可贺思年的电话却像催命符一样，不断的打过来。傲宁，我肚子又疼了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傲宁，医院的饭菜太难吃了，你能帮我做份粥吗？一开始，沈傲宁还会耐心安抚贺思年。傲宁，我一个人好无聊，你能不能陪我聊聊天？可渐渐他只觉得无比烦躁。他答应照顾贺思年，是因为对朋友的承诺，可这并不代表他要无时无刻的围着他转。第二天，助理匆匆跑进办公室，脸色凝重地说：沈总，贺先生在医院里闹着要自杀，幸好被护士及时发现，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说一定要见您一面。沈傲宁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心里的厌烦达到了顶点，可他终究不能不管，毕竟贺思年是朋友的丈夫，若是真出了什么事，他没法交代。他只能放下手头的工作，驱车赶往医院。病房里，贺思年坐在床上，眼睛红肿。看到沈傲宁进来，他立刻扑上去抱着她，哭得歇斯底里。傲晴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沈傲宁僵在原地，只是冷冷地说：松开，有话好好说。傲宁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浩浩没了，你也对我越来越冷淡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不如死了算了。你别无理取闹。我答应过阿叔会照顾你和浩浩，现在浩浩不在了，我也会继续照顾你，让你衣食无忧。我不要物质保障，我要你陪在我身边。傲宁，我喜欢你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周连痕，可他伤害了浩浩，他不配得到你的爱。你跟他分手，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沈傲宁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他看着贺思年，眼神里满是失望。贺思年，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我照顾你只是因为阿叔的嘱托，除此之外，我对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。我已经照顾你这么久了，也该回归我的家庭。以后你有什么事情，直接找医生或者助理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说完，他不再看贺思年震惊和痛苦的表情，转身就走。走出医院，沈傲宁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他终于可以摆脱贺思年的纠缠，终于可以好好和我谈谈了。沈傲宁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联系我了，按照往常，就算他不联系我，我也会主动给他发消息，问他在哪里，吃没吃饭，累不累。可这一次，我却什么都没做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一种强烈的不安再次涌上心头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。可还没等沈傲宁多想，国外的项目突然出了问题，他只能订最早的机票赶过去。出差的几天里，他几乎走遍了当地的大街小巷，买了很多我爱吃的甜品、喜欢的明信片，还有我一直想要的书。他想象着看到这些东西时我开心的样子，想象着我会像以前一样将他抱在怀里说好爱他，可越是这样想，他心里就越慌。沈傲宁忍不住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玉池，我在国外出差，给你带了很多礼物，等我回去给你。消息发出去，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回应。他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听筒里传来的却是：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沈傲宁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我从来不会关机的，就算生气，也不会这么久不联系他。难道我真的出什么事了？一个念头在脑海里盘旋，让他坐立难安。出差结束，沈傲宁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。下了飞机，他拿着礼物直接驱车赶回家。沈傲宁推开别墅大门，玄关处静悄悄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玉池，他下意识喊了一声，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以往，只要他一叫我的名字，我就会立刻出现在眼前。可这一次，只有死寂的沉默。沈傲宁的心猛地一沉，手里的礼物一下掉在地上，
可他顾不上收拾，转身就朝着楼上冲去。尉迟，周尉迟！卧室的门虚掩着，他推开门，发现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丝居住过的痕迹。他又冲进书房，也是空无一人。他跑遍了别墅的每一个角落，喊了无数声我的名字，可回应他的只有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。我不在，我真的不在。沈傲宁瘫坐在地板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不知为何，他突然想起那天我浑身是血的模样。他踉跄着爬起来，冲下楼。佣人听到动静，纷纷跑了出来，脸上满是惊慌。沈总，您怎么了？尉迟呢？他在哪里？管家被他的样子吓到了，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沈总，那天周先生他浑身是血的躺在楼梯下，我们都吓坏了，想上前帮忙，却听到他打了个电话。没过多久，周先生和周太太就来了，他们把先生带上车送去医院了。医院？哪个医院？他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不知道，他们走得很匆忙，没有告诉我们医院的名字，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们只隐约听到周先生说再也不回来了。再也不回来了。他想起那天看到的我家的车，想起那个像我父亲的身影，想起他给我发消息、打电话都石沉大海。原来不是他看错了，也不是他想多了，我真的出事了，我的家人真的来接我了，而他却因为贺思年的纠缠，一次次选择了抛弃我。一股强烈的悔恨和自责涌上心头。沈傲宁捂着头蹲在地上，痛苦地嘶吼着：尉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他知道，此刻再多的对不起也于事无补。想到这儿，沈傲宁拨通了助理的电话。立刻派人去查周尉迟的下落，查他去了哪家医院，现在在哪里，查到任何消息立刻告诉我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挂了电话，他烦躁地在客厅里踱步，脑子里全是我的样子，每想一次，他的心就疼得更厉害。沈总，不好了，贺先生他在医院的天台上说，您要是不来见他，他就要跳下去了。沈傲宁眉头紧皱，心里只剩厌烦和愤怒。这个男人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他惹麻烦。沈傲宁的拳头紧紧攥起，疼痛让他瞬间清醒了几分。他不能让贺思年死，至少不能让他死在这个时候。告诉他，我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他驱车赶往医院。可这一路上，脑海里全是我。我是真的想彻底离开他了吗？因为他的不信任，他的残忍，他的偏袒。车子很快抵达医院，天台的入口被警察和医护人员围得水泄不通。沈傲宁挤了进去，看到贺思年正站在栏杆外。看到他来，贺思年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傲宁，你终于来了。下来，有什么事儿，下来再说。贺思年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慢慢爬了下来，被医护人员扶到一边。沈傲宁走上前，强压着心中的怒火问道：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傲宁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我知道周玉婷已经离开你了，你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，我只是想让你多陪陪我。你怎么知道她离开了？那天你送我来医院的时候，我在病房里看到了周先生和他的父母，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就没告诉你。你看到了？你看到他了？他那个时候怎么样？他去了哪里？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我只是看到他们匆匆忙忙的离开了医院。我怕告诉你之后你会去找他，周先生那么恨我，他回来之后肯定会伤害我，所以我就没敢说。没敢说？贺思年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沈傲宁的身体晃了晃，一股强烈的眩晕感袭来，他终于明白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滚！从今往后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说完，他看了贺思年一眼，转身就走。
我在一片模糊的光影中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父母的背影。他们正站在病床边低声交谈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却还是一字不落钻进我的耳朵里。等日元醒了，我们就立刻去国外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再也不让他跟沈傲琴有任何牵扯了。想想他那天浑身是血的样子，我就后怕。沈傲宁这个名字像一根细针，猝不及防刺进我的心脏。那些画面在脑海里飞速闪过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，浸湿了枕巾。可仅仅几秒后，我抬手用手背狠狠擦掉眼泪。爸妈，一池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不知道，我和你爸都快吓死了，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都过去了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国？等你出院就走，手续都已经办好了。我的眼神暗了暗，没有说话。我还给沈傲宁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准备离开那天送给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在医院安心休养。出院那天，一家三口拎着简单的行李，踏上了飞往国外的航班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我看着窗外逐渐缩小的城市，轻轻闭上眼。与此同时，沈氏集团的会议室里，沈傲宁坐在主位上，与合作方谈笑风生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谈判上。助理已经查了好几天，却只知道我被父母接走了。他的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，沉甸甸的，让他喘不过气。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，助理拿着一个包裹进来。沈总，有您的包裹，需要您亲自签收。等会儿再说。可是沈总，助理的声音压低了几分。快递员说这是周先生寄来的。沈傲宁的手指有些颤抖，他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，里面露出一个透明的玻璃罐。当看清罐子里的东西时，沈傲宁的身体瞬间僵住。沈傲宁大脑一片空白，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涌上心头。他伸手想要触摸那个玻璃罐，却又在半空中停住，指尖颤抖得厉害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细微的电流声响起，声音在安静会议室里回荡。是你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沈傲琴的位置。只要我娶了她，就能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而你不过是他年少时执念，凭什么霸占他这么久？沈傲宁站在原地，眼睛死死盯着录音笔。原来一切都是假的，浩浩不是我杀的，是贺思年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甚至我被送进看守所的那几天，受到的也是非人的折磨。会议室里只剩下沈傲宁一个人，还有那个玻璃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，亲手推开了那个最爱他的男人。现在我走了，带着所有的伤痛和绝望，离开了他的世界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沈傲宁抱着那个玻璃罐，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，哭声凄厉而绝望，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荡，久久不散。痛苦过后，沈傲宁猛地想起什么，他手忙脚乱地摸向自己的小腹，那里还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他要用来补偿贺思年的孩子。他睁着眼看着天花板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脑海里反复回放着从前的场景，每一个画面都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狠狠剜着他的心。走出手术室时，沈傲宁的脸色惨白如纸，他没有回家，然后直奔贺思年的病房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贺思年得意的声音：对，就是那种药，一定要给沈傲琴用上，让他这辈子都离不开我。周奕成那个贱人都已经走了，沈傲琴只能是我的。沈傲宁的脚步猛地顿住，眼底的怒火瞬间燃烧到了顶点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在算计，还在想着纠缠他，甚至还想用药控制他。浩宁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跟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而已。聊天？聊怎么用药控制我？聊怎么除掉周奕驰？贺思年的脸色更加惨白，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沈傲宁不再看他，径直将怀里的玻璃罐放在床头柜上。这是给你的礼物，
贺思年的目光落在玻璃罐上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。不要，拿走，快把它拿走！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沈傲宁竟然会把这个东西带来给他。怎么，不想要？沈傲宁一步步逼近他，眼神里满是恨意。是周一成，一定是周一成故意送来恶心我的，他不得好死！闭嘴！沈傲宁猛地怒吼一声，眼神里的怒火几乎要将他吞噬。这个男人到了现在还在诋毁我，你没有资格这么说他。沈傲宁的声音冰冷刺骨。贺思年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？他掏出怀里的录音笔，摁下播放键，贺思年恶毒的声音再次响起。贺思年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怎么会有这个录音？他怎么会知道所有真相？你听到了吗？沈傲宁声音里满是嘲讽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怪义池？明明是你自己亲手杀死了你的孩子，现在却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他头上，真是恶毒至极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阿叔那么好的人，竟然嫁给你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男人。沈傲宁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悔恨。更没想到，我竟然信了你这么久。不是这样的！贺思年突然尖叫起来，疯狂的摇头。是周一驰，都是周一驰的错。如果不是他，你就会爱上我；如果不是他，浩浩也不会死。是他毁了我的一切。他还在狡辩，还在推卸责任。沈傲宁的耐心彻底耗尽，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抑制。他对着保镖示意，保镖立刻上前，一把将他按在墙壁上。贺思年的脸涨得红，他的双手拼命拍打着保镖的手臂，想要挣脱，嘴里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到现在还不认错？沈傲宁的眼神冰冷，语气里满是决绝。那让我来告诉你，你错在哪里。第一，你不该伤害尉迟，他那么善良，你却用那么恶毒的手段陷害他，毁了他的一切。第二，你不该借着阿叔的名义纠缠我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却利用他的死来达到你的目的。第三，你不该伤害浩浩，他是阿叔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痕迹，你却为了你的私欲亲手杀死了他。我错。他艰难地挤出几个字，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。可沈傲宁像是没有听到一样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松动。沈傲宁站在他面前，怒火未消，却多了一丝绝望。还没等贺思年缓过来，沈傲宁便带着他前往城郊的墓园。下车后，一行人最终停在一座墓碑前，墓碑上的人笑得温和，正是贺思年的妻子。沈傲宁的声音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。跪下。贺思年看着墓碑上妻子的照片，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，却倔强的不肯跪下。我不跪，我没错。没错。沈傲宁冷笑一声。你亲手杀死了他唯一的孩子，毁掉了我和尉迟的一切，你竟然说你没错。他转头看向身后的保镖，压着他，让他给阿叔磕头道歉，磕到我满意为止。是，沈总。两个保镖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贺思年的胳膊，强行将他按跪在地。不，我不要！沈傲琴，你放开我！贺思年拼命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沈傲宁的声音依旧冰冷。贺思年咬着牙，死死盯着墓碑上的照片，不肯出声。又是一声，额头狠狠撞在石板上。沈傲宁的声音提高了几分，眼底的怒火再次燃起。道歉！贺思年的额头已经红了一片，疼痛让他眼泪直流，可他还是不肯低头。我没错，他早就不爱我了，浩浩也只是个累赘。沈傲宁狠狠一巴掌扇在贺思年脸上，打得他偏过头。你不配提阿叔，更不配提爱。他的声音带着无尽的失望与愤怒。你这种自私自利、蛇蝎心肠的人，根本不懂什么是爱。说完，沈傲宁对保镖使了个眼色。我错了，阿叔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杀浩浩，我不该伤害周一驰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让沈傲琴放过我。沈傲宁听着他迟来的忏悔，眼底却没有丝毫动容。这些道歉来得太晚了。阿叔听不到了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听不到了，我也听不到了。他沉默了许久，直到贺思年哭得几乎晕厥过去，才对保镖说：“停！”保镖松开手，贺思年倒在地上。沈傲宁没有看他，只是对着墓碑深深鞠了一躬。阿叔，
对不起，我没有照顾好浩浩，没有看清这个男人的真面目，让你失望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对保镖说：“把他带走，去祠堂。”不，我不去祠堂，那里全是死人的灵牌，我害怕。沈傲宁，求你不要把我扔在那里。在那里好好反省，什么时候真正知道自己错了，什么时候再出来。车子再次启动，朝着祠堂驶去。祠堂坐落在半山腰，常年无人居住，里面供奉着谢家历代先人的灵牌，阴森而肃穆。沈傲宁将贺思年推进祠堂，反手锁上了门。不要，沈傲宁，开门！我害怕，我不要待在这里，求你放我出去！贺思年拼命拍打着门板，声音里满是恐惧。门外，沈傲宁的脚步顿了顿，却没有回头。回到空荡荡的别墅，沈傲宁的情绪彻底崩溃了。他把孩子葬在别墅的花园里，然后自己待在房间，不吃不喝整整3天。他一边让助理寻找我的下落，一边一次次联系周家，想要知道我的消息，可每次得到的都是周家冰冷的拒绝。最终，沈傲宁一无所获。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，助理突然发来一张模糊的照片。沈总，有人在国外看到了一个很像周先生的身影，这是目击者拍的照片。沈傲宁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他颤抖着点开照片，照片里的男人侧脸轮廓与我一模一样，是我，一定是我。沈傲宁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积压了许久的绝望终于被一丝希望取代。他立刻决定出国来找我。可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家里人时，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不行，你不能出国。沈家的产业还需要你打理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男人置家族利益于不顾？更何况周家已经明确表示不想再和你有牵扯，你去了也是自取其辱。爷爷，我必须去。沈傲宁眼神坚定，一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，我必须找到他，求得他的原谅。如果找不到他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。你简直无可救药！沈老爷子气得拍案而起。如果你非要出国，就必须受家法处置，99鞭。你能受得住就去，受不住就留在家里，安分守己的打理产业。沈傲宁的身体猛地一僵，他知道沈家的家法有多严厉，99鞭下去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可一想到我，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？只要能让我去找义池，别说99鞭，就是199鞭，我也接受。沈老爷子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固执，最终还是下令：来人，上家法！2个家族长辈拿着长鞭走了进来。沈傲宁跪在地上，没有丝毫犹豫。现在你满意了？沈老爷子看着他狼狈的模样，语气复杂。沈傲宁艰难地抬起头，挤出一句话：爷爷，我要去国外。终究还是没能拗过他。去吧，记住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是你的造化。沈傲宁没有说话，只是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回了房间。他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，然后立刻订了飞往国外的机票。航班落地后，沈傲宁顾不上后背的伤，披上外套便催促司机直奔晚宴场地。上飞机前，他刚从助理那里得知，今晚我会出席一个商业晚宴。此刻，他只想马上见到我，把一切都说清楚。推开大门的瞬间，沈傲宁目光径直落在宴会厅中央的钢琴旁。那一刻，他的呼吸骤然停滞。我就坐在那里，我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，眉眼舒展，不像从前那样死气沉沉。而坐在我身边的是夏之彤。台下的宾客们纷纷驻足，低声议论着这对璧人。沈傲宁站在门口，心口的疼痛更加剧烈。我无意间扫过门口，当看清那个熟悉的身影时，指尖猛地一顿，一个错音打破了旋律。夏之彤察觉到我的异常，顺着我的目光望去，正好对上沈傲宁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。一曲终了，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沈傲宁猛地回过神，想要冲上来打一声招呼，可他的脚步还没迈开，就被几个宾客拦住了去路。周先生，夏小姐，你们这默契真是绝了。是啊是啊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我下意识想要解释，夏之彤却先一步开口。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我和玉池确实在互相了解中，有好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他说着，自然地抬手挽着我的胳膊。我没有挣扎，只是微微垂下眼帘，避开了众人的目光。这一幕落在沈傲宁眼里，像一把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烫在他的心上。他嫉妒夏之彤，嫉妒他能陪在我身边，而他只能站在这里，看着属于他的男人成了别人的风景。就在我准备和夏之彤一起离开时，沈傲宁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猛地拨开人群，在我迈出脚步的那一刻，死死抓住我的衣服。玉池，
给我5分钟，给我5分钟，就5分钟。我想和你谈谈，好不好？我的身体猛地一僵，下意识想推开他的手。我抬起头看向他，没这个必要。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。有必要，很有必要。玉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该相信贺思年，不该伤害你，更不该亲手杀死我们的孩子。这句话堵在喉咙里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沈傲宁，放手！我的语气冷了下来。还请自重。我不放！玉池，我为了找你受了99鞭，这些与我无关。沈傲宁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早在你让警察把我带走，关我进看守所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。我打断他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精准地刺穿了沈傲宁的心脏。说完，我猛地用力挣脱了沈傲宁的手。我没有再看他，转身对夏之瞳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，然后带着夏之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沈傲宁僵在原地，手臂还保持着刚才抓住我的姿势。周围传来一阵笑声和议论声，宾客们眼神里带着好奇、嘲讽和同情。那些议论声像针一样，一根根扎进他的心里，可他却毫不在乎。他看着我和夏之瞳的身影消失在门口，终于明白自己当初到底做了多么离谱的事情。沈傲宁蹲下身，双手捂住脸，肩膀控制不住的颤抖。周围的笑声还在继续，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。晚宴散场后，沈傲宁独自一人回到酒店，他拨通助理的电话，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焦躁。查，立刻给我查夏之瞳的所有资料。他不相信那个曾经满眼都是他的我，会真的接受另一个女人。助理连夜调取资料，第二天一早便将一份详细的文件发给了沈傲宁。夏之瞳，夏氏集团千金，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从小接受顶尖教育，不仅在金融、科技领域深耕多年，更难得的是，夏之瞳的私生活干净的像一张白纸，至今没谈过一次恋爱，也没传出任何绯闻。而最让沈傲宁崩溃的是末尾的一行字：据可靠消息，下周2家有意联姻，目前双方已进入深入洽谈阶段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沈傲宁猛地将手机砸向地面。我怎么可以在离开他之后，立刻就接受别人的追求？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可他以为我心里多少还会有他的位置，以为我会等他来弥补，可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。沈傲宁想起夏之瞳温婉娴静的模样，比起夏之瞳，他自己简直卑劣到了极点。当晚，沈傲宁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终于还是忍不住拨通了我那个他烂熟于心的号码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他的心脏猛地一跳，可仅仅1秒钟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沈傲宁的心沉了下去，他不死心，又连续拨打了几次，每次都是刚接通就被挂断。他知道我是故意的，我不想接他的电话，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，可他还是不肯放弃。他从助理那里要了一个新的手机号，再次拨打了我的电话。这一次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。喂，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沈傲宁激动的手都在颤抖，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魏迟。仅仅2个字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，可他的话音刚落，电话就再次被挂断了。我连让他多说一句话的机会都不肯给。第二天一早，沈傲宁就驱车前往周家在国外的住址，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希望能在这里见到我，希望能当面跟我解释。当看到门外的沈傲宁时，父亲的脸瞬间沉了下来。沈傲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周伯父，我……沈傲宁刚想开口，就被父亲打断了。进来吧。父亲侧身让他进来，眼神里的厌恶毫不掩饰。沈傲宁走进客厅，没有看到我的身影，心里顿时涌上一股失落。他在外面有了自己的公寓，早就不在这里住了。父亲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冷冷地说道。沈傲宁的心沉了下去，可他还是不死心。周伯父，我找尉迟有很重要的事情，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他的地址，或者帮我联系一下他？沈傲宁，你还有脸来找尉迟？你还有脸联系他？你还嫌害他害得不够惨吗？母亲听到声音从楼上走下来，看到沈傲宁，脸色也瞬间变得难看。沈傲宁，我们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相信你，才会同意让尉迟跟你在一起。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们保证的？你说你会一辈子对尉迟好，会永远珍惜他，让他幸福。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他的？沈傲宁眼神里闪过一丝愧疚，低着头不敢看我父母的眼睛。尉迟到国外之后，把遭受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了。父亲的声音颤抖着，带着难以抑制的震怒。
你把他关起来，还把他送进看守所。我能想象到我在讲述这些的时候，心里有多痛苦，有多绝望。沈傲宁，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你竟然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。母亲的眼泪掉了下来。魏迟是我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我们舍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，可到了你那里，他却承受了那么多痛苦和伤害，你对得起我们对你的信任吗？周伯母，周伯母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冤枉一迟，不该伤害他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父亲打断他，伤害已经造成了，尉迟受的苦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我们周家再也不想和你有任何牵扯。母亲的声音带着决绝。沈傲宁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不要再去找尉迟了。他现在过得很好，有夏小姐照顾他，我们很放心。又是夏之瞳。不，我不能放弃！沈傲宁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带着偏执。我爱尉迟，我不能失去他。周伯父、周伯母，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弥补他，一定会让他幸福的。父亲冷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嘲讽。幸福？你给不了他幸福，你只会给他带来痛苦和伤害。沈傲寒，你走吧，我们不想再见到你。如果你再敢去打扰尉迟，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请你离开。沈傲宁看着父母冰冷的眼神，踉跄着站起身，朝着门口走去。走出周家别墅后，明明阳光刺眼，可沈傲宁却觉得浑身冰冷。他抬头看向天空，眼泪再次滑落。第一次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几天后，沈傲宁终于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。从那天起，每天他都会守在公司楼下，等着我的出现。我很快就发现了他。一开始我只是当作没看见，可沈傲宁的坚持让我越来越不耐烦。终于，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，我走到了他面前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尉迟，我只是想看看你。看也看过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尉迟，我想跟你谈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跟你谈。我挣开他的手，率先朝着不远处的一家咖啡馆走去。咖啡馆里很安静，两人相对而坐。说吧，你想谈什么？我端起咖啡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尉迟，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，我不求你立刻原谅我，只求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让我重新追求你，好不好？我抬眸看向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动容。沈傲宁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对你的感情，在那些日复一日的伤害中，早就被消磨殆尽了。现在的我，只想过平静的生活，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牵扯。所以，你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，好不好？沈傲宁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，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不好，我做不到。尉迟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生不如死。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我说完了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我站起身，声音泛着冷意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沈傲宁看着我决绝的背影，站起身追了出去。他跟着我回到公寓楼下，就在他准备跟上来的时候，夏之瞳却突然出现。两人并肩走进了楼道，说说笑笑，默契十足。沈傲宁的眼睛瞬间红了，他就这样在楼下站了一夜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抬起头看向公寓的窗户，窗帘拉开了一角，他清楚地看到夏之瞳依偎在我怀里，两人相拥而吻，画面温馨的刺眼。那一刻，沈傲宁都快疯了，可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立场去阻止他们，最后还是助理来强行把他拉走。之后沈傲宁就如行尸走肉般机械的生活，机械的工作。又过了几天，助理小心翼翼地递过来一份报纸。沈总，你还是看看吧。沈傲宁接过报纸，目光落在头版头条上，周氏集团继承人周尉迟与夏氏集团千金夏之瞳，婚礼将于近日举行。沈傲宁的瞳孔猛地收缩，他拿着报纸的手不停颤抖，不甘心却又于事无补。婚礼当天，夏之瞳挽着父亲的胳膊，一步步走向红毯尽头的我。就在这时，教堂的大门被猛地推开。不要娶她，跟我走！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会弥补你所有的伤害。
可他还没到我面前，就被几个保镖拦住了。沈傲宁拼命挣扎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夏之瞳站在我身边，看着我们交换戒指，看着我们亲吻。我转过头看向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波澜，只有一片冰冷的厌恶。那眼神彻底击垮了沈傲宁，他停止了挣扎，瘫坐在地上，看着我和夏之瞳相视而笑的样子，心里只剩下无尽的悔恨。婚礼结束后，我和夏之瞳坐上婚车，准备开启我们的蜜月之旅。沈傲宁看着远去的婚车，下意识冲进自己的车里，发动引擎，朝着婚车追了上去。可是开到半路，回想周玉池和夏之瞳幸福的样子，沈傲宁一阵恍惚，他一个没注意，车子打滑，最终撞在了路边的护栏上。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沈傲宁的意识渐渐模糊。在他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，他仿佛看到了我温柔的笑容，可那笑容很快就变成了冰冷的厌恶。他知道，他这一辈子都失去我了。沈傲宁再次睁开眼时，病房里一片寂静，他的身边空无一人，只有仪器发出的声音提醒着他自己还活着。后背和手臂的疼痛钻心刺骨，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伤口。莫名的，他心里涌上一阵失落。沈傲宁张了张嘴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见。水。护士连忙倒了一杯温水，用棉签沾着喂到他嘴边。护士，我昏迷了多久？这几天有没有人来看我？你昏迷3天了，前几天确实有位先生来看过你，不过这2天没来了。那位先生是我吗？沈傲宁的心里燃起一丝希望，可随即又被护士后半句话浇灭。我没再来了，我终究还是不肯原谅他。护士换完药，随即叮嘱道：沈小姐，你现在刚醒，身体还很虚弱，需要好好休息。对了，你方便联系一下家属吗？后续的护理和缴费需要家属配合。家属？沈傲宁的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就是我的脸，除了我，他似乎再也想不起其他人了。他摇了摇头，声音微弱：我自己来就好。护士没再多说，转身离开了病房。病房里再次恢复寂静，沈傲宁躺在床上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。就在他思绪万千的时候，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了。沈傲宁猛地转过头，看到门口站着的人时，呼吸瞬间停滞。我就站在那里，穿着一身休闲服，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模样。恍惚间，沈傲宁仿佛回到了2人第一次见面那天，那时的我像个小霸王一样出现在他的世界。可现在物是人非，我的眼神里没有了当初的爱慕，只剩下一片平静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玉池。沈傲宁的声音颤抖着，激动的想要坐起来，却不小心牵扯到伤口，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。我走进病房，在他床边停下。沈傲宁不顾伤口的疼痛，挣扎着伸出手，紧紧抓住了我的手。玉池，你来看我了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好好把握，再也不会伤害你了，再也不会了。他反复念叨着，声音哽咽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。可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波动，既没有心疼，也没有动容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我的沉默比任何尖锐的话语都要伤人。沈傲宁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了无助的啜泣。他紧紧抓着我的手，仿佛这样就能让我回心转意。过了许久，我轻轻用力将自己的手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。我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走到病房旁边的椅子上坐下，像来看望一个普通朋友一样，语气平淡地开口：沈傲宁，放下吧，我有了新生活，你也该有你的了。我的话就像一盆冷水，将他的希望彻底浇灭。我这个人很记仇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对我造成了伤害，我就永远不会原谅。你曾经对我做过的那些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，也不会原谅。所以，你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了。沈傲宁的脸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，比他生病的时候还要苍白。我只是想让你回到我身边。你当初伤害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怎么没想过我会永远离开你？沈傲宁被我说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想要挽留我，想要再说些什么，可挣扎着想要起身时，却再次牵扯到伤口。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，让他忍不住轻哼一声，眼泪混合着汗水从他的眼角滑落。他已经分不清，这眼泪是因为伤口的疼痛，还是因为心里的疼痛。我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玉池，沈傲宁急忙喊道，声音格外急切。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可以，如果以后我和之彤的孩子出生，会邀请你。还要看着我和别的女人结婚生子，看着我给别人的孩子当爸爸，沈傲宁的心像有刀在割。我看着他痛苦的模样，眼神里依旧没有丝毫波动。我轻声说：沈傲宁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祝你安好。
这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也是我们之间正式的道别。说完，我转身没有再回头，径直走出了病房，关上了门。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都无法弥补他曾经对我造成的伤害。3年后，夏之彤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我们取名叫周念安，寓意着平安顺遂。女儿1岁生日这天，周家别墅里热闹非凡。夏之彤抱着女儿，温柔地逗着她，我坐在一旁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，我的账户里转入了一笔巨额款项，数额之大，让我都感到震惊。我知道这笔钱是谁赚来的，除了沈傲宁，没有人会给我转这么大一笔钱。这3年来，沈傲宁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听说他伤好后，就接手了沈氏集团在国外的产业，一直单身一人。我拿出手机，编辑了一条短信。发送成功后，我将手机放在一边，抱起女儿，在她娇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。远在异国他乡的沈傲宁收到了我的短信，他看着手机屏幕上那简短的几个字，脸上露出了一丝释然的笑容。3年的时间，足够让他看清很多事情，也足够让他放下很多执念。他曾经以为爱就是拥有，就是不择手段地将我留在身边。可直到失去我，他才明白，真正的爱不是占有，也不是伤害，而是希望我能幸福。他伤害了我，错过了我，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这笔钱是他对我最后的补偿，也是他对这段感情最后的告别。从此，我过我的幸福生活，他守他的回忆度过余生，互不打扰，各自安好。这或许就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。